往事根本無對錯，為何要我來回解釋這麼多？逃避一些影像如沒發生過，讓我暗黑中離了座。你沒身份來判我，全忘對錯，全憑天暫野的過。誰在主宰黑白？誰人罪惡更多？纏着我，悲歡因果，究竟為何？我现在跟他们联络。Sir， 啊，大家继续找新线索。有事找我？进去再说。你干嘛瞒着我？瞒你什么？你跟长啸的关系。你怎么知道？眼神出卖了你。眼神？不是现在，是早上你带长啸和排骨人走的时候。一般普通人被警察带走，不是很生气大吵大闹，就是很害怕，吓得不敢说话。但是长啸当时出奇的镇定，连大气都没喘一口。你们两个之间是零交流，啊，不应该说是零交流，而是刻意避开对方的眼神，对吧？我当警察这么久，答案只有一个：你们认识。你敢来问我，肯定是认为自己已经找到证据了。幸好你的 Facebook 内容不多，稍微有点耐性，就可以挖到你跟慧心的关系。你看，这张照片他提到你，原来你们是一家人。Madam， 以你目前手头上执行的职务，跟长啸的关系有直接的利益冲突。避嫌了吗？进来。Madam， 找火锅店拿了当天晚上的监控录像回来，你有时间一起看吗？你们到会议室等我，我马上过去。Yes, Madam。Madam， 你还没回答。欧阳 Sir， 我没有故意隐瞒，不过既然你对我有质疑，我也希望跟你说清楚。今晚8点一起吃饭。好啊，你选好地方，通知我。哇，收工了。喂，对啊，走了。哎，好，拜拜拜拜，拜拜。袜子。哎，谢了。喂，我千叮万嘱啊，我要黑色全棉，腰果型暗花那种。现在啊，只有黑色全棉，没有暗花。我穿自己这双黑色的就行了，干嘛还让你找？以为在女人街，这是在警署，能从柜子里找到新的黑袜子给你，就算不错了。Sorry 了，我太高估你。连袜子都要有暗花，不用这么夸张吧？约了 Madam 吃饭，对吧？
怎么了？不承认？你从早上开始就在看 Madam 的社交网站，下班就拼命打扮。刚才跟我说话还嘴角含春，你在想什么？如果不是约了 Madam 吃饭，别告诉我你是约了处长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一番精心打扮呢，不管为了谁都好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尊重对方，明白？尊重。你装酷就装酷吧。知不知道装酷的意思？假装很酷。没错，你是假装很酷，我是真的很酷。OK， 那不用再挑了，这条领带是最大的，保证你系上之后呢，帅气度更上2层楼，信我。你今天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，还给你，自己留着穿。Thank you。我要是相信你啊，就真是见鬼了。Hello， 很准时啊。我再准时也比不上提前到的有诚意啊。因为我欠你一个解释。长啸是我侄女。长啸是你侄女，她姓长，你姓徐啊。平时呢，我很少把自己的事情告诉别人，不过这次例外，因为我尊重你。OK， 请你放心，你今天说的所有话，我绝对保密。长啸的爸爸长耀坚，跟我是同母异父的兄妹。我妈妈在我10岁那年改嫁到长家，而我继父一直没要求我改姓。我希望你明白，我没有故意隐瞒我跟长啸之间的关系。但是今天你看到长啸跟戴正仁在一起，一点也不觉得奇怪，还是你早就知道长啸跟义气堂的人混在一起？他也知道我是警察。他仍然选了这条路，也不介意跟你对立。这些年轻人在想些什么？我想我现在的处境，有一个说不定是完完全全已经加入黑道的侄女，这不是一件值得到处去说的事。等等，你是长啸的姑姑，那我跟他妈妈的关系？我知道。你早就知道。你嘴巴还挺严实，我完全没想到。就跟我有长啸那种侄女一样，不是所有人都能体谅。有时候不去好奇，也是一种礼貌和尊重。我觉得我跟你有共同语言，特别聊得来。我们叫吃的吧。好啊。长啸和 Madam 徐是姑侄关系啊？我刚才说的 Madam 徐的事，千万别说出去啊，不然杀你灭口。那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我觉得 Madam 徐是觉得不是所有男人都跟我一样明白事理，所以 Madam 徐才说私事他很少跟别人提，除了我。你只是跟他吃了顿饭，就成了他的代言人了？他什么都跟你说了？我们是成年人。这样就行了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心领神会呀，哪像你呀，小朋友，什么都非得说出来。意思是他其实什么都没跟你说，以上内容通通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？
我跟他那种层次，你这种层次，就算我说100次、1000次、10000次、10万次，你也还是不懂。但是，最重要的是记住一件事：Madam 徐他约我出去吃饭，还亲口向我解释，证明了我在 Madam 徐的心目中属于极少数的他很尊重的人。Understand？ 我只记得我自己亲眼看到的事，就是你为了刚才那顿饭，既要按花袜子，又要打领结。如果警署有套礼服的话呢，我相信你一定会穿去。但是 Madam， 我看到她离开警署的时候呢，她穿得很随意的，只穿球鞋。戴先生，重点我基本上已经掌握了，还有一些细节要问清楚。随便啊，我不会随便问，你更加不能随便回答。我知道，是不是因为我撒谎，所以我哥不愿意帮我？因为你这样会让他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。我知道，我之前也听过，因为律师宣誓，绝对不能在法庭上说明知道是假的话。所以你跟我说的，一定要是你理解的事实。遇到不确定的，宁可不说，因为你可以选择回答，无话可说。我们现在开始。好的。现在我们从你跟丧波吃完火锅开始。你说你离开餐厅的时候，已经醉了。我还记得，他扶我走出餐厅之后，从我的口袋里把车钥匙掏出来。钥匙呢？就大兵一队。好，我只知道他的窝在哪儿。现在就去。坐下，混蛋！大兵定了后向。喂，大兵哥，今儿你有水准不错，你快来2楼右转。我撒完尿马上就到啊！排骨人啊！我到。那么上车之后，你理解的事实是怎样的？我记得，丧波把我扶到了后排的座位之后，我就倒了。我才刚一上车，就睡得跟死猪一样。醒来之后，就已经在自己家的沙发上。也就是说，从你上车开始，直到第2天在家醒来，你完全没有记忆。嗯，好，接下来
你跟警方的录影会面，我也会在场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每次描述这段过程，都要完全一致。哦。当天在餐厅，魏静瑶，也就是大逼，跟你们仁哥发生冲突的过程，我想你们也都看到了。我想清楚知道，仁哥当时是什么反应？你看，大逼啊，把我害得头破血流，谁都想揍他呀！就是怎么可能不怕呀？我是问带证人，就是你们仁哥当时什么反应？他有没有对大逼做出语言上的侮辱，又或者肢体上的攻击？肯定有啊，哪还用问呐？你想清楚，再回答我。是我们当时都很生气，不过仁哥真的什么都没做，很冷静。也就是你们都同意，他不像有意图要去报仇。同意。同意。同意。关律师，我看这样，那反正大斌的家伙，他的仇家多得不得了，很多人都想对付他，我们就跟警察说，把他们抓起来审就行了。我想怎么样帮阿仁，关律师有分寸。大少，我也是关心仁哥嘛。已经谈了很久了，先休息一下。是大少，出去呼吸一下。Simon，打算请哪位大律师？Richard， 他是我师兄，他对这类官司很有经验。还以为你会找 Gary， 他以前跟林官的，更好说话。哦，我怎么没想到他呢？我打给他。你明明这是代表仁哥的最好人选，为什么还要找关律师呢？主控官肯定会知道我们是兄弟关系。如果由我代表阿仁，不管我的发言多公正，法官和陪审团也还是一样，会被引导产生偏见。我必须要先把这个不利因素消除。你帮我小叔公辩护的那次，我从你身上学到的。法律除了是真相之外，也是超越其他所有因素而独立运作的。你不是这么说吗？除了真相之外，法律是超越其他所有因素而独立运作的。你还记得？值得我记得的，我就会记得。你怀疑仁哥真的动手打大逼？我不敢确定，但是我确定他肯定有事瞒着我。我觉得他知道桑波躲在哪里，只是不肯说出来。我不知道他是因为讲义气帮兄弟隐瞒，还是他心里觉得桑波的口供可能对他不利。但如果我做他的代表律师，就一定要他对我坦白，他必须要把知道的通通告诉我。但是我不想逼他，更不希望因为我没有掌握所有真相，而输了这场官司，看着他坐牢。你请关律师帮仁哥是正确的决定。Thank you。阿奇，我约了盖瑞吃饭，走吧。好。
目前控方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你弟弟车上发现了大逼血迹的掌印。那个掌印不完整，这种证据没有太大说服力。其实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丧波的口供。我弟弟一直说不知道他在哪儿。在没搞清楚真相之前，他这么说是最保险的。老板，停车啊！对啊，谢谢。大少，我啊，阿豪啊，我是跟小弟的，仁哥生日，我们见过的。这里归小弟管吗？不是，多亏丧波哥的关照，让我在这里混口饭吃。你跟丧波很熟啊？也不算太熟啊，因为有一次丧波哥喝的有点多，我送他去他女朋友那儿，我从这里送他去粉岭蝴蝶山，20分钟就到了。他说我车技不错，让我在这里干活。Come in。戴律师，常小姐来找你。哦。我来还钱，顺便请你吃蛋糕。我待会儿吃。你在担心仁哥 ？Sorry。没事吧？大鼻伤重不治。马上把罗大宇的通缉令发出去，还有，去入境处查查有没有他出境记录。Yes, madam。现在大逼死了，我们可能要改控他误杀或者谋杀。要尽快找到他。知道。喂。哎，风平浪静，再熬半个小时就可以下。这话很邪门的，结果会相反。哎，我也总说遇到矮穷丑啊，怎么也没遇到高富帅。哇，小薛大哥，干什么 ？Sorry sir， 那个排骨人啊，他怀疑被排骨人打成重伤进了医院的大逼死了。现在重案那边就改控他误杀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你不用着急。我说排骨人的小弟丧波还没找到吗？知道。有人说他躲去别的地方了。那个排骨人的小弟丧波来自首了。你们猜，谁陪他一起来？罗大宇，你现在涉嫌跟一起凶杀案有关，现在不是势必要你说，除非你自己想说。Sir，
我带我当事人主动来是协助你们警方，请你们在没做出逮捕或找到实质证据之前，别把我当事人当成犯人看待。那天我跟仁哥去了，就是带证人。是。我们去吃火锅，还有喝啤酒。仁哥喝了一会儿就已经喝醉了，所以我打算送他回家。火锅店的人说听到你们说要揍大逼一顿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有，我刚才也说了，仁哥很快就醉了。从火锅店出来之后，我把他扶到汽车后座上，掏出他的钥匙。从那个时间开始，仁哥就睡得跟死猪一样。你酒量很好啊，你们两个一起喝酒，怎么只有他醉成那样？仁哥的肝呢，好像有点问题。没了。一般人的肝酵素数值是40到50，带证人之前做体检，发现他的肝酵素比一般人低5%，所以分解酒精的能力比较差。如果你需要报告，我可以给你。继续说那天的案情，你把带证人扶到车上之后做了什么？接着我开车送他回家，我们经过百宝街，看到了大逼，就是案中死者魏静瑶。魏景瑶是大逼的全名。是。继续。然后我突然想到，大逼在附近有个窝，所以我就下车一路跟着他。只有你下车吗？仁哥当时在车上睡得跟死猪一样，是我一个人下车跟着大逼，一直跟到后巷里。是死者主动自己走去后巷的？他去撒尿啊 ，Madam！ 我看到附近没有人，就拿起一根铁棍打他。你用铁棍打他哪里？打他太阳穴一下。不知道是我当时喝多了，还是大逼真的特别扛打。我才刚把他打趴下，他马上又扑过来了。打我是吧？是打！你的手机当医药费，记住我，超强丧波。你一个人就能摆平大逼？我怎么一个人不能摆平大逼？Madam 不觉得你这么能打？我整个江湖都知道我的绰号是超强丧波。你确定你离开后巷的时候，大逼还是清醒的？我确定。我把大逼打趴2次，第一次他马上爬起来，第二次他痛得坐在原地，但是我很确定我离开之前他还睁大眼睛瞪着我。之后你去了哪里？之后我先把仁哥送回家，然后就去我女朋友家了。等等，你刚才说你把他打趴2次，那什么时候踢他胸口？根据验伤报告，发现死者胸口位置有一处淤伤，符合鞋印的大小，推测应该是有人踢了他胸口一脚，但是你却完全没有提到你踢过他的胸口，还是踢那一脚的人其实不是你呢？Madam， 我当时正在跟大逼拼命呢，哪会记得啊？不过你这么一说，我又觉得好像不是推开他，是一脚把他踢开的。批文记下来，然后改一下口供。关你整我！放心，
他们记录你前后改过口供，只不过是正常程序。整份口供最终要我们完全认可，才会签名确认。既然你一直躲在你女朋友家，又怎么会突然想到自首？我一开始打算跑路，但收到消息，你们抓了仁哥，还冤枉他杀人。我们出来混的，他是我老大，我自己闯的祸，当然我自己承担。你有这么伟大，还是收了安家费出来顶罪啊？没了。你现在是不是要控告我当事人妨碍司法公正？如果是，请你重新警戒，然后录口供。如果不是的话，我要求立刻终止我当事人跟你们的对话。我想告诉你，你们的看法完全是小看我当事人对朋友的忠诚度，又或者你们根本是戴着有色眼镜，认为我当事人是所谓的江湖人士，肯定不忠不义。但是我想提醒你们，我当事人跟你们一样，一样拜关二哥。Madam， 喂，大逼的案子啊？哦，原来叫我出来吃饭是有目的的。我怀疑这个 case 根本不是丧波说的那样，跟带证人没关系。有什么理据支持呢？我的直觉。直觉？哎，逮捕带证人那天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？你有没有？看出什么？很明显啊，2份口供都有一句睡得跟死猪一样。那是不是很合拍？我指的是口供。哎 ，sorry， 想吃什么？海南鸡饭啊，你呢？点单是海南鸡饭。好，我走了，你慢慢吃，记得想到什么马上通知我。喂，我帮你破案，就值1份海南鸡饭啊。那就再来份罗宋汤，别亏了。好啊。阿萧，你在忙什么？我正在记账喽。啊，其实呢，小叔公，你有话想说就直接说吧。其实呢，我有件事想找你帮忙。哎，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要找你借钱啊。那就好说喽。那你听我慢慢的说。仁哥呢被警方拘留了，现在连丧波也进去了。对啊，在这种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呢，开始有人抢他们的地盘，所以小弟为了保住地盘，打伤了对方的弱鸡饼。这个我有听说。问题就出在这里，这边仁哥还在警署，而那边的老大呢，就去了柬埔寨开赌场，两边都没人站出来主持大局。现在对方的小弟准备要找人去找小弟报仇，所以呢？所以小弟准备跑路去菲律宾。他要跑就跑，关你什么事？哎呀，小弟的驾照被停了，那你说他无证驾驶，要是被警察逮到，还怎么去坐快艇啊？好，那我长话短说，小弟想让我开车送他去码头坐快艇，那安排一辆车给你用不就行了？哎，我被扣了太多分了，也要去上驾驶改进课程。而像你这样的女孩子，不管你是遇到警察也好，还是被对方的人逮到也好，
都会比较容易脱身。不如直接说你害怕。我害怕。待会儿呢，我把电话还有地址发给你，你直接跟小迪联络。发了。喵，喵，喵。喂，嘿，学猫叫能不能学得像一点？喂，这衣服骑2轮车来的，是不是不满意啊？不满意，我叫直升机送你好不好？没问题啊。走吧。到了，把船开过来。喂，躲起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看杂志上写，这里附近有对夫妇卖手工白兔奶糖雪糕，好像很好吃，所以想来尝尝。那对夫妻平时在这边卖，星期6日呢在那边卖。是吗？你好像很熟。对啊，我平时呢放假经常会来这边钓鱼，没想到今天遇到你。喂，你知道在哪儿？要不你帮我去买，我怕自己会迷路。而且我很久没来海边，想散散步。好啊，你散步，我收拾收拾就去帮你买。谢谢。他走了。他是谁啊？认识的？总之是一个你不方便见的人。他回来之前，船会把你接走的。要走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正觉得不对劲，你突然对我这么热情，原来是故意支开我，因为不想让我看到你跟谁在一起。Anyway， 水果我买来了。細談論着你，1000句都不必理睬，讓這份自信不因他人變改。難道他不可替代？身影散去又再，似是霧霾在圍着你，彌漫到心內。誰維護着你？你現時多麼感慨？就算不想失去。
可不可能放開？早知傷心有害，冷靜如迷失的競賽。這種感覺為何像愛，有罪卻很精彩。在錯的景點，在錯的一天，就讓美好記憶也沉澱。放在面前一串禮物，裝作看不見，怕快樂會變遷。在錯的起點，自責有一點，道行太淺，怕真相浮現。要是未能通過試煉，不要再相見，還未曾越界之前，退開一線。我怎么会不记得你生日啊？你呀，记得做事不要太拼。哎，不跟你说了。對錯，為何要我來回解釋這麼多？逃避一些影像如沒發生過，讓我暗黑中離了座。你沒身份來判我，全忘對錯，全憑遍集野的禍。誰在主宰黑白？誰人罪惡更多？